来到罗马了，这边是一组我很想要去的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跟城市都是我非常想来的地方，尤其是在罗马这边，很想要看一下古遗址。今天终于来到这边了，那现在我就是在古罗马的广场这边。那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要去竞技场的，绝对要先网络上订票，不然到的时候是买不到票的哦。前面这边就是古罗马广场，我昨天就是想说可以直接到现场买票就好了，结果到的时候已经一票难求，全部都卖光了。那我今天订到的票去竞技场是下午1点40，那他这张票呢是可以参观罗马竞技场加古罗马广场，以及对面的这个另外一个古罗马遗址，有3个地方可以参观，所以算是蛮划算的一个套票。现在我们就先来参观古罗马的广场。罗马广场跟我们昨天去的庞贝就差非常的多，这边随便的一间大教堂啊，或是这种非常可观的，看一下这是传承了古希腊的建筑，然后也有这种拜占庭式的，虽然都是遗址，不过还是保留得非常的好。甚至这间教堂现在还是保存着，可以进去参观。这间是安东尼诺与法斯提娜神殿，可以隐隐约约看到这间教堂里面还有这些耶稣的壁画。这间是圣方济加堂，那在这间神殿的旁边呢，有一个凯旋门，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先进去教堂看一下。圣方济加堂的后方还有一个小博物馆，我们先去博物馆看看好了。有考古出一些人骨的坟墓，感觉以前的人好像身材比较娇小一点，牙齿超白的。从博物馆后方走出来呢，这边就是维纳斯的罗马神庙，从这里就可以一览这个壮观的罗马竞技场，世界奇观，绝对是一生要来看一次的。这就是我从小的愿望，一直想要来看看古罗马的这个世界遗址。在罗马竞技场的旁边呢，这里有一个大型的君士坦丁堡的凯旋门，从这个角度看竞技场非常的壮观。它就在维纳斯的神殿正对面。今天呢，这里就是提图斯凯旋门，这个就没有像君士坦丁凯旋门那么大型，不过它里面的雕刻也是非常的精致。如果你急着要去参观罗马竞技场，可以从提图斯凯旋门这个出口这边前往。那这里就是前往竞技场的圣道，当时古罗马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因为我们的时间还早，我是1点40的，所以就先不出去了。从凯旋门一路往下走的这一条呢，这里就是主要古罗马人的商业活动的区域。不过这边公元64年的时候有发生了一场大火，几乎把这边全部都快要烧毁了。真女之家，这就是在整个罗马城的市中心，那它是供奉着罗马女神维斯塔。同时呢，也是维斯塔的住所。圣女维斯塔在古罗马神话中是家与炉灶的女神，象征着家庭和国家的火焰。神庙内有一座永恒的火焰，由维斯塔处女守护。这些女祭司终身守护圣火，象征着罗马的永久存在。维斯塔神庙是古罗马的宗教中心，圆形结构的小庙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火焰的熄灭被认为是不祥的预兆，因此维斯塔女祭司肩负着极大的责任。一直从公元4世纪前就一直有在供奉真女，那在里面的宫女呢，都是从6岁到10岁的真女，她们是禁止有任何的肉体上的接触，而且禁止结婚，守护着她们当时有一个圣火，一直到了公元4世纪的时候，才被罗马的一个皇帝去把这个地方关闭了。那在圣女之家外面的这个圆柱呢，应该是会有20根圆柱的，它就是在守护真女的圣火。这个也是在当时最古老的一个神殿，它是在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神殿在这边守护着维斯塔女神，然后一直保护着她的圣火。这边呢是卡比多利欧山，从这边呢可以一览整个古罗马的这个市镇。
在后方这边就是他们最著名的这个建筑，这是由米开朗基罗所设计的建筑。它在这边呢有很多一些艺术啊、美术的东西。那从凯旋门这边呢，再往另外一条道路走，就是会来到古罗马广场的最后一个景点了。这里是 Palatine Hill。那这边呢，也是整个古罗马广场市镇的最高点，可以从这边一览整个古罗马广场。公元10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在打造这个地方，一些皇宫贵族啊，甚至是国王，全部都是居住在这边的。它上面最有名的就是有一个皇宫可以参观，这边就有一个廊道，这里就可以从这边，当初的国王就是在这边君临天下。可以看看它整个兴盛的繁荣的城镇，居高临下，不管是城堡也好啊，皇宫也好，他们都是喜欢盖在这种山上的。一来可以看看整个自己的子民，二来呢，在高处点也可以及时发现敌人来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派兵攻击。这边就是整个古罗马广场的最高点了。从这个山丘上面呢走上来，这里就是整个皇宫的所在地。这边还有一大片的古遗址。前方的这间博物馆呢，这里就是奥古斯都宫。那皇宫的上方这边竟然还有一处这种四方形的喷水池，还有一些交响乐在这边播放。看一下这边，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皇宫的建设，虽然说都已经残破不堪，不过还是可以看得出它的这一个建筑的规模。就在自己的皇宫里面围去，这个有点像是斗兽场，可以表演给皇帝看的。我们的这个票它是没有包含奥古斯都宫，要再另外买票才可以进场。看一下外表，这边都还有有一些当时古罗马的瓷砖，里面主要就是有这些遗留下来的一些瓷砖啊，还有一些雕刻建设。古斯都宫一路往山下走呢，这边就是这个古罗马广场的整个结尾了。在古罗马广场这边，它所有的都是这种大型的项目，跟我们在庞贝古城看到的是非常不一样。庞贝它比较趋近于是平民百姓住的地方，那在古罗马这边呢，就都是这些皇宫啊、贵族啊比较有钱的地方。那像我眼前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像拱门一样的呢，这个是在古罗马时期的一个水闸门，看起来应该是我现在走的这一条路上，当初应该是一条峡谷吧，所以会有这个水闸门在管制水源的。终于是等到了我的进场时间了。那首先在竞技场前方的这个呢，这就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凯旋门。当初在公元300多年的时候，君士坦丁大帝他有一场胜利，为了庆祝他这场战役的胜利，凯旋归来，就建造了这个凯旋门。那我们现在就要去我从小就很想去的一个地方。进来斗兽场里面呢，也是有重重的安检。罗马竞技场它是建立于公元780年之间，这个已经是被称为罗马的奇迹，也是整个人类发展的一个奇迹。这个也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一个圆形的斗兽场，可以容纳5万个人。那在14世纪的时候，古罗马衰退之后，这边也曾经被列为一间教堂使用，后来又被列为学校。竞技场呢，它的历史过往有很多的变迁。最早期它的功用呢，它是用于狩猎、表演、戏剧、政治演讲，还有一些竞技上的表演。当初最有名的就是会有抓一些野兽进来这边跟角斗士战斗，看看到底是人类的力量比较强大，还是野兽的力量。整个古罗马帝国逐渐衰退的时候，人们甚至直接把它的这些墙上的石头啊、大理石直接敲下来带回家当家里的建材，也加速了罗马竞技场的毁灭。你看，这是原本的，它应该是有屋顶的，一直到中世纪、14世纪的时候，甚至在这个竞技场被改建为一间大教堂。后来开始对竞技场的保护，一直到现在才可以让我们参观这个人类历史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文明。
这边就算是一个最好的观看的平台了。下面有1楼的观景区，那边应该就是留给国王跟一些皇宫贵族的人坐的。那我们这些平民呢，就只能在2楼的看台区。如果说是当时的女性，可能被安排到更上层最不好的地点。我觉得里面已经被盖了太多东西了，整个竞技场有很多历史，它有被建造成教堂啊，也有被建造成石器的学校，导致在里面它现在是很多东西并不是最原始的那种斗兽场竞技的风貌，看起来是变得有点复杂了一点。我倒觉得在庞贝的竞技场还看起来更完整。不过这个罗马的竞技场的外观真的是非常的惊艳，从2楼的这个角度更可以直接看到君士坦丁堡的全貌，这个真的是非常大型的凯旋门。有听到野兽的声音吗？这边呢就是要进场战斗的地方了，角斗士跟野兽就是在这里打架的。这边也就是最近最好的视野，皇帝、贵族、骑士就是在这边看表演比赛的。带大家看完了这个罗马竞技场了，其实看完我是觉得有一点小失望，因为它的内部并不像它的外部如此的雄伟。它的内部呢，已经经历了许多个朝代，那它也改建许多次的不同类型的建设，导致它现在已经并不是最一开始的那种竞技场的原貌，而且里面可以参观的地方，说真的也不多。外观看这些建筑，我还觉得是比较雄伟一点。不过来到罗马，当然还是一定要来朝圣一下将近2000年的历史。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这里呢有免费的气泡水或者是一般水，超赞的，而且还蛮好喝的，喝起来有点像雪碧一样。现在我来到这边，应该是看竞技场最漂亮的一个地方，它可以完整的看得到这个古罗马竞技场。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那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今天买的这个套票是直接在网上订购的，入场费是18块，包含了这个古罗马广场以及罗马竞技场2个景点。除了这个以外，它还有罗马 Pass 可以选择。那罗马 Pass 的话是，如果你是2天的，它是2天内你可以无限的使用接驳公车。那2天的 Pass 你只可以选择一个景点。那基本上大概大家就是选择罗马竞技场这个景点。如果你是选择3天的话，你是可以选择2个景点。一般的话，大家还会再多选一个博物馆。不过我算了一下，它的这个票价，其实你买这个 pass 并没有比较便宜。景点其实用走的就都可以走得到了，接驳公车只是让你省力而已。2天的 pass 大概要48块，那你扣掉一个景点，等于是你的交通费要30块。而且它整个罗马市区的景点都是走路就可以到达了，所以我是觉得没有太必要，大家就自己斟酌，看你自己想要坐公车看城市呢，还是用走路的方式看城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